你见过真正的死而复生吗？当一个假死的人从火化炉中死而复生了，他还能活吗？人假死被推进火化炉中的案例，其实在世界上并不少见。当熊熊烈火在人身边燃起，四周被烧得滚烫，无从下手，这些假死的人被关在火化炉里，该有多绝望？这看起来就是一副必死无疑的场景。那么假死的人被推进火化炉，还有机会求生吗？火化到一半还能中途停止吗？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跟老黑一起来了解一下问题的答案。2019年10月13号，印度媒体报道了一起离谱的案例。印度曾有一个52岁的男子在放羊过程当中昏迷了，他的家人发现他没了呼吸和体温，也没送去医院，就直接推测他死了，于是立刻在码头给他办了一场葬礼，打算直接将他的尸体焚烧掉。结果本该死亡了的男子在火葬场突然醒了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万幸的是，他在推进火化炉之前醒了，才保住了一条命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人在火化炉里醒来，那得多可怕！通常尸体被送到火葬场，会先放在太平间的冷柜保存，冷柜内温度常年在18到21度之间，低温能冻住细胞，减缓细菌对肉体的分解，这样就能防止尸体腐烂，也算是给遗体最后的体面和尊严。将尸体放到冷柜后，会彻底封死，里面没有一丝氧气，所以就算是假死的人进去了，也会活不下去，很可能在推进火化炉之前冻死了。如果假死的人侥幸没被冻死，进到火化炉中，还有呼救的机会吗？这是一具尸体被推进火化炉中的场景。如果这个时候被关在火化炉里的人突然醒了，他还能逃出去吗？我们来看看尸体被火化的过程。尸体在火化之前会放到专门的火葬棺材或者一次性火化袋中，有的火葬场在火化之前还会用钢锭或者刀片将遗体的身体划破，再倒上柴油或汽油，这就跟烧烤的时候刷油一样。疼痛可能会把假死的人弄醒，如果这时候醒了还能活，等到了火化炉中，按下火化按钮之后，火化炉中的温度会直接从200度开始飙升到近1000度，高温焚烧将近1个小时之后才能结束。在这个时候的醒来的人瞬间会被大火吞噬，意志力再强的人也撑不过几秒钟就会再度昏死过去，没昏死的人也会被吓破胆，嗓子被烟尘呛得说不出话来，想呼救也不可能发出声音，想用力气推开火化的棺材也是不可能的，棺材内壁早被高温烧得滚烫，正常人几乎是没可能忍住这种被火烧的剧痛的，除非你是什么钢铁侠、火焰侠，不怕火烧才有逃出去的可能。所以说假死的人在火炉中是没办法求救的。不过有人说自己曾听到过尸体火化的时候发出哭声和尖叫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其实这个现象早就有科学解释了，这个是尸体在高温下内部产生了大量气体，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，膨胀的气体会从尸体的口、耳、鼻等地方出来，通过喉咙的时候会发生震动，就会发出一些特别的声音，听起来就像哭声和尖叫声。还有遗体被火烧之后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就像我们烤肉的时候肉串也会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一样。所以说并不是有人在里面求救，而是正常现象。那么抛开火化不说，人为什么会假死呢？你觉得死而复生是真的存在吗？被推进火化炉中死而复生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死，而是进入了假死状态。那么假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假死呢？首先来说说真正的死亡。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死亡分为濒死期、临床死亡期还有生物学死亡期3个阶段。濒死期又称临终状态，是死亡的最开始阶段。人在濒死的时候，各系统的功能会严重紊乱，心跳会变得极其微弱，呼吸听起来也是只进不出，耳朵也听不到人的呼喊，脑子也开始丧失意识，失去大脑指挥的身体各部位都开始慢慢停工，然后开始进入临床死亡期。从表面上看，临床死亡期就跟真死了一样，肉眼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，心跳和呼吸彻底停止，瞳孔也开始扩散，但是身体的各个组织细胞其实还进行微弱的代谢活动，直到5-6分钟后，这些细胞代谢活动也会停止。慢慢的，人就开始进入到生物学死亡期。生物死亡期就是最后的阶段了，这个阶段人体的所有状态都到停止且不可逆，湿冷、湿斑、湿僵等现象接连出现，这意味着人真的没救了。假死其实是在人的濒死期，濒死期不能活过来的话，假死就会变成真死。
真死和假死虽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，但肉眼是看不出来的。不过有的假死会自己醒过来，大概几个小时，甚至也有1周后复苏的，这都是正常现象。所以人死后不能立刻下葬或者火化，要让尸体冷却几天，万一是假死，还有复活的可能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